阿米诺键盘，我的首选。全宇宙的华人玩家，全宇宙的英雄们，各位好，我是聂俊。这期回顾英雄无敌系列，由于文案修修补补，视频实在太长了，所以就不废话了，尽快进入主题。唯一要说的就是下周我会去上海的 WePlay 参与演出和活动，那具体活动内容和我出现的时间地点会放在视频最后一个段落，想去 WePlay 面基的一定要看看后面哦。好，直接进入主题，快！回顾历史之前，开篇先赞叹一下。我不知道英雄无敌这个中文翻译是谁想的，但我觉得它是中文游戏史上最完美的译名。特别无敌这两个字啊，简直点睛之笔。第一印象强大庄严，但回味之后又品出了史诗悲壮，和实际游戏内容也很贴切，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过目不忘，记忆深刻。既是一个名词，又是完整的句子，当句子来读，更能无限遐想出背后宏大的故事啊！我至今还经常回味这个名字。好，但我觉得这个已经大大超越了信雅达标准的译名，很可能一开始是个翻译乌龙。上世纪90年代，大多海外游戏的中文译名都还没来得及经过官方和中国代理的确认，就已经被第一手分发盗版资源的上游给随便定型了，然后代理商才不得不使用。尽管如此但也出了不少经典的译名哦，半条命、雷神之锤、盟军敢死队、梦幻模拟战这些都是经典案例。而英雄无敌对比下英文名 Heroes of Might and Magic， 我猜当初是把 Might and Magic 直接翻译成了无敌，毕竟又威力又魔法的，能不无敌吗？总比翻译成英雄的威力魔法好听吧？那现在我们知道 Might and Magic 正确翻译是魔法门。如果现在的业界来翻译，肯定叫魔法门英雄或者英雄之魔法门，不会画蛇添足的加个无敌上去。但这个很有历史感的译名却显得更有味道、更贴切，所以最后官方正式命名魔法门之英雄无敌，而我们更习惯叫英雄无敌魔法门。回味这个译名，一来是它确实很值得玩味，二来是为了致敬主标题魔法门。魔法门是个伟大的游戏系列，它和巫术、创世纪共同为 RPG 三大开山鼻祖，而且影响力比这两位更深远啊。当年1986年的第一作是 New World Computing 的创始人乔·坎赫姆一个人花了3年时间开发出来的，即便放在当年也是个传奇故事啊。但我想国内很多人跟我一样是通过他的外传《英雄无敌》反向知道魔法门系列的是这样的小朋友回复一波啊。所以魔法门这个坑先埋在这里，这次的主角是英雄无敌。每当我惋惜已经没有了英雄无敌同类游戏时，总会有人提到国王的恩赐确实他继承了相当一部分英雄无敌的遗志远比英雄无敌的6、7代更继承。两个 IP 也的确血脉相承，不过并非国王的恩赐是英雄无敌的精神续作，而是反过来，英雄无敌才是国王的恩赐的精神续作。当年魔法门的创始人坎赫姆估计等2077也等得不耐烦了做出了实验性质的回合策略游戏《国王的恩赐》。这个游戏并没有获得多少反响正常嘛，并没有多花心思，也没有大肆宣传。但坎赫姆的老婆却非常喜欢这个游戏，极力说服坎赫姆把它做成了一个系列，因此公司才立项把这个系统和魔法门的世界观结合，视角不再聚焦在某个主角，而是从多个角度讲述多个英雄的故事，因此英雄诞生了果真英雄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的女人那初代一发售就获得了好评，而第二代更展现了无敌的威力。因为第二代不管从内容上、平衡性上、故事的叙事角度上，还是美术上，都比一代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真正让英雄无敌起来的是第3代，我也是从这一代入坑的势力从6个扩展到了8个，兵种从66个翻倍到了118个，后续的资料片更是增加到了140个。但在势力和兵种大增的情况下，游戏的数值平衡却达到了更高的水准。画面从略带卡通的手绘升级成2D 宣 3D 再加工的精致画风，剧情贯穿了魔法门6和7，特别资料片死亡阴影的故事更是业界至今都津津乐道，而死亡阴影也成了系列最巅峰，
而在平衡的数值下，包容的战术策略更是丰富的，连制作组都觉得深邃啊！资深玩家对游戏策略的挖掘都快上升到了象棋的深度啊！围棋我不敢说，但足够让制作组汗颜了。国内高手水云的视频，就让广大英雄无敌的玩家心甘情愿跪着流脸看完的。哎，那个人，你不是制作组的吗？怎么也跪着呀？要说为什么第3代能如此完美，我觉得可以用传承这个词。从1代到3代，内核变化并不大，虽然画面大大提升，但画风一脉相承。2次都是保留前代的优点，修补缺点，并根据优点扩大内容，完全可以把前2代看作是第3代的早期版本。那这3代历时了5年，却用做一个游戏的心态，耐心的去改进、修补、完善、增加，那自然到了第3代能成就巅峰。玩家甚至能从第3代游玩中感受到这种耐心打磨。第3代最后的资料片《死亡阴影》更是打磨成了和氏璧一样完美圆润，至今都散发着无限魅力。那很可惜育碧后来发售的 HD 版本没有《死亡阴影》这个资料片，感觉像是打破了和氏璧啊。那好在 GOG 的版本有完整内容，包括《死亡阴影》，而《英雄无敌3》原版的画面放在至今别说不过时，它甚至是顶级优秀，我们稍后会仔细品味那只要打上了高分辨率补丁，就依然无敌。所以这个视频会混合育碧的高清版和 GOG 的高分辨率版。那现在想要重温的小朋友我建议买 GOG 版，打上汉化和高分辨率补丁，体验完整的魅力。新玩家甚至可以直接从资料片《死亡阴影》开始。那3代之后还有一个历年代是用《死亡阴影》的框架做了一个外传故事，但因为母公司 3DO 开始财务捉急，历年代完全是被迫赶工出来的作品。特别3代的光芒像对面汽车开远光灯一样刺眼，历年代被躲在了视野盲区直接被撞死。因此第3代就成了制作组的巨大压力了，既要雪耻历年代，又不能继续吃第3代的老本。所谓不破不立，制作组决定重新开始，用全新的框架和理念来设计《英雄无敌4》，美术也完全用新的技术和风格，甚至允许英雄这个指挥官亲自下战场厮杀。虽然这么做风险巨大，但我知道如果仍然在3代的框架下修修补补，那就是画蛇添足，一定会失败。历年代就是案例，而破了再立，万一成了，那就能另起新的山头。所以我个人是支持制作组大胆革新的。但很可惜的是，那时候魔法门7、8、9都表现不佳，开发资金没有获得回报，公司财力大不如从前。因此英雄无敌4最后只能算是半成品，不仅中后期内容很水，数值平衡也是一塌糊涂，更没有战术可言后期要么是英雄割草，要么是2个英雄之间的单挑。而母公司的 3DO 又因为其他方面经营不佳，在2005年宣布破产，导致 New World Computing 工作组解散，魔法门和英雄无敌2个 IP 卖给了育碧。又一个被母公司坑了的制作组其实说实话，第4代虽然比3代巅峰差了不少，但那是对比出来的其实品质依然不错，销量也能回收成本并小赚。因此如果只有英雄无敌这个项目，仍然有资本耐心下来开发第5代。事实上在卖给育碧前，原班人马确实已经在开发第5代了，但很可惜，魔法门的滑铁卢、3DO 的坑孩子，都导致英雄无敌这个远没有到低谷的 IP 被强行提前结束生命。后来育碧接手了，做出了第5代。第5代在系统上回归了3代的框架，英雄又回到了指挥官的位置，画面使用了先进的全 3D， 整体品质不俗，不管在口碑和销量上都对得起这个 IP， 算是成功的回归了，让我们看到了 IP 崛起的可能性。我当时还买了带雕像的豪华版，全力支持。但很可惜它的销量和育碧其他系列比实在低得可怜，投入产出比太低。正值那时候育碧在进行扩大产能、提高盈利、建立生产流水线，变成罐头厂商的改变中，因此明明起步不错，后续获得的预算却低得可怜，导致之后的6代、7代外加魔法门10成了狗屎一样的存在，直接葬送了这2个 IP。这是很多人对育碧无法原谅的地方那这几年育碧开始抛弃罐头厂的策略，打算重新深耕游戏品质。那希望未来他们能重新重视这2个宝贵的 IP。因此在我看来，3、4、5 3代英雄无敌依然很能打，他远还没有到因为自己的无能而衰落的地步，他依然有着无敌的威力。但他虽无敌，却并不等于永生。
在各种外部不利环境的坑害下，即便是英雄也力有不逮。英雄无敌，但非不死啊！好，回顾了历史，我想再回过头，用更细节的角度来聊聊英雄无敌为什么吸引人。而我将主要穿插聊3、4、5这3代啊，前2代太老了，我了解的不深刻。后2代呢，这可以直接忽视。当然，主要聊的还是第3代。我们都知道第3代是巅峰，很大原因是因为其耐玩，至今仍然很有乐趣。而耐玩又要得益于相对平衡的数值以及蕴含的战术深度，但这些只是决定了它耐玩的上限。其实大多玩家都没能接触到这个上限，最多掌握一些中阶技巧，而中阶的套路玩多了，其实很容易无味啊。至于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多人模式，介于这个系列麻烦的联机系统和回合制的机制，也让大多玩家无机会接触，所以它的成功肯定还有更浅一层的原因。所以我们先抛开战术和深度，先从表层去欣赏，依然会发现第3代的优秀啊。首先看美术啊，第3代的美术造诣极高，大地图满满当当，全是抓人眼球的元素。这些元素的比例和地图并不是成正比啊，英雄的比例和移动距离也不是正常的比例，但也不是简单的图标示意，而是所有元素和生物都有丰富的细节，并且刻画得非常具有传统绘画的美感，在地图上显得相得益彰。加上并不遵循透视的视角关系，整体看上去非常像绘制精美的世界地图。那这种精美程度的地图，如果是现实纸质手绘出来的，那绝对是价值连城，收藏在博物馆级别的。而制作组借助了数字艺术，让其成为可互动的游戏。那各位可以尝试用 GOG 版开 4K 分辨率，然后开个最大的地图，再用控制台点亮全地图就能看到无与伦比的精美。如果将其打印出来，再加个框绝对是艺术品。第4代制作组换了一种更精致的画风，利用 3D 渲染2D 的方式，让地图上的元素看上去更真实更栩栩如生。当然，因此它就少了第3代写意的感觉。不过我个人对这种改变是完全接受的但这些元素在大地图的表现就很糟糕。第3代因为采用正俯视视角，所以有一种古代精致地图的美感。但第4代可能为了配合元素追求真实感，竟然采用了双45度的正焦视角。这就导致了大地图看上去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甚至建筑也好、宝箱也好，大多元素也是工整的按照 X、Y 轴建设和摆放正儿八经的坐南朝北很讲究风水虽然地图上的元素很精美但整体缺少了美感，似乎是新手画师用尺子画出来的。那进到城市里面更是大跌眼镜3代错落有致的写意风景画变得工工整整，建筑物都朝一个方向，整体美感比第3代低一个大分歧好在第5代扳回了脸面虽然已经不是同个制作组了。第5代全 3D 视角呆板的问题不攻而破，精美程度也有了保障至少在当时来看，虽然没有3代的2D 来的精美但2D 转 3D 的初期总要付出代价的嘛。并且凭借着 3D， 5代得以实现宏伟的城市画面，特别是盛唐势力高耸入云的塔和天上照下来的圣光，绝对对得起 3D 在精致上的牺牲。也因此每个城市的形态都可以完全不同，更显示出不同势力的特点。但第3代还有一个美术绝活那就是生物的刻画。不像4代角度导致的呆板，不像5代为了省多边形而有点 Q 版，3代里的生物写实细腻，并且风格更黑暗，有哥特时代的美感，同样也很古典。而这些生物的动作也莫名的透着一股上脑，并不自然，并不栩栩如生，但是就是看着很上脑。在那个美术资源非常严格的时代，制作组精准的用几帧就表现出了动作的精髓，虽然有点怪怪的，但就是很带感，过目不忘那除了视觉享受，第3代在听觉上更是无上的享受。音乐好听就不用多说了，我都觉得除了《英雄无敌3》，至今再没有哪个游戏在音效上能给到我如此细腻和丰富的反馈。第3代制作组疯狂的给每个行为、每个元素都配了听感极舒服的音效，角色清脆的马蹄声，背景的环境声，
配合建筑时发出的建筑运转声，以物体互动时的一小段音乐，捡到宝物时高昂的音效，还有战斗时不同体型的生物脚步声都不一样。就连同样是拉弓箭的幻影射手和木精灵拉弓射击的声音也不一样，甚至连生物被击败倒地后的声音都不一样。而我更喜欢的是每回合开始太阳升起来的音乐，非常舒服。总之，游戏的每一个操作，每一个画面的变动，都丧心病狂地配上了好听的音效。这个当时很难在画面上做过多表现的游戏，却用音效让整个游戏变得更丰满和完整。哪怕玩的时候把音乐关了都丝毫不会觉得奇怪。音效往往是很多玩家会忽视的环节，或许我不说，很多人都没注意到它的优秀，但每个玩过的玩家下意识都会从这些音效里感受到游戏的精致打磨，感受到很强的完成度。而在第4代，虽然音效同样丰富，但整体就没有那么精致和好听了。不过第4代的音乐却成了最大的亮点当然第3代的音乐同样动听经典哥特式交响更突出了游戏的古典感，城市里的音乐也很符合每个势力，特别是堡垒悠扬的音乐让我第一次听就爱上了这个势力。但我仍然觉得第4代的音乐是最让我陶醉的。第4代从哥特交响转向了凯尔特风格的音乐，并且很多旋律本身就是借用凯尔特民俗音乐，所以可能在其他地方听到同样的曲子。而经过了系列音乐的制作人罗伯王Robert King 的重新演绎，更是好听的让人心碎这些音乐经历了 MD、MP3 等各种时代，至今仍然在我常听的播放列表里。虽然可能有人觉得这样的音乐风格不符合英雄无敌的主题，但它确实更符合第4代明亮鲜艳的画风。而第5代虽然同样是罗伯王的作品，但是整体更偏向于宗教音乐，充满了神圣感。但我个人对这种神圣感不太感冒，所以没有太多印象。而很可惜的是，第5代的音效就变得常规了，并不是不好，也不是说平庸，但不够出彩，只能说是常规吧。或许这是 Gameker 视频以来聊画面和音乐花篇幅最长的一次，但完全值得，因为这2个外在无比优秀，优秀到至今都仍然是第一梯队。让英雄无敌能从一开始就吸引住玩家，进而才能体现出背后的深度和策略性。第4代和第5代在各自的方面各有突破但整体并没有完美融合，导致完成度和精致感都不及第3代。当然，在美术音乐的外表和深度策略之间，还有一个层面，也是英雄无敌系列做得特别好的。但要聊这个层面，得先介绍一下游戏的机制也算是给没玩过系列的年轻玩家做个介绍。英雄无敌的玩法系统比较特殊，算是 New World Computing 小组独创的，在那个年代显得非常创新。虽然是回合策略类，但融入了很强的角色扮演成分，毕竟是开发魔法门的团队嘛。玩家可以控制若干个英雄，在很 RPG 的大地图上探索，这个层面非常自由。大地图有战争迷雾，有很多功能各异的建筑物，有很多站在街边揽客的生物，也散落了大量的宝物。几乎走几步就会有探索回馈，想怎么探索也全权交给玩家。因此，玩家有巨大的探索欲望去开地图当然，这些可互动的元素也就是战争的资源。不管是生物、建筑、经验、金钱，占领和夺取的越多，英雄和势力就越强。角色成长有等级、有属性、有技能，还有装备，同样是很强的角色扮演系统探索的地方越多，成长就越快当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万里路指的是玩家探索的地图，万卷书则包括了魔法书，学高级魔法，毕竟是魔法门嘛，魔法和门的作用非常巨大。但也包括了角色升级带来的各种技能，理财术、弹道术、领导术、外交术等等，还有最好用的后勤术，所谓后宫佳丽3，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搞得好，行军能力就越强，而跑得远走得快是游戏里最重要的。话说当时我还是靠这个游戏第一次知道了原来有理财这种知识也知道了理财做好了是可以凭空增加收入的从小就被埋下了很深的理财概念，既然是来自一款游戏。
而英雄们呢，升级得很强，却并不参与斗殴。玩家可以从地图上和自家的主城招募各种兵种，从真实系的骑士、刺客，到奇幻的人马、兽人，甚至神话级别的金龙、大天使、泰坦、凤凰，都能成为玩家麾下的部队。而英雄则在后方指挥，提供技能加成以及丢魔法和门。具体的战斗呢，使用回合战旗模式，每个军队只显示一个，军队的规模则用数字代表。英雄后方指挥，两边各带8路军，展开智慧的对决。这就是英雄无敌的系统，大地图层面探索和成长，战斗层面回合战旗。这个玩法至今都很独特啊，想要精准表达，也只能用英雄无敌类的游戏。反倒是一开始定位完全不一样的全面战争系列，在强化英雄成长后变得越来越像。只不过全面战争的大地图只有策略层面，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因此还是少了英雄无敌那种浓浓的 RPG 氛围啊。而登上了巅峰的第3代，除了上一段说的优秀视听享受的表层，还有就是它极其容易上手、轻松就能玩转的中间层。本来回合策略类游戏就比较难上手啊，这种改编自桌面战棋的就更难了。前个视频辽博的这门山还有很多人抱怨规则太难，但英雄无敌在保证规则的前提下，却让游戏非常容易理解。玩家只要走上了几步，看到鼠标的马儿站了起来，就能够理解大地图的机制。进了主城后，并不复杂的管理系统，数量也不多的建筑，很快就能理解主城的系统。然后招几个兵，打几场架，轻易就能理解战斗机制。然后这个游戏就可以沉迷进去了。虽然不能说没有学习成本，但对这种类型来说，这学习成本已经低到了跟脱裤子那么简单了。不是，我就一比喻，你们真脱裤子干嘛？而之前说了那么多有深度的策略战术，对新玩家来说全都不需要。游戏的难度控制得非常好，前2个难度既不会让玩家觉得无聊，也不会难到需要对规则有深度理解。只要正常的探索打架，就能舒服的游玩。大地图在这个时候只有探索和成长2个功能，并没有显现出策略性，玩家根本不用动脑。加上地图上那么多可探索的元素，简直就和文明一样，一回合又一回合的慢慢变老。玩家并不会一开始就被告知玩这个游戏很费脑，这和很多策略类游戏一开始就强调策略性完全不一样啊！不知不觉就愉快通关，体验非常流畅。加上第3代的精彩剧情，艾拉西亚光伏里的使命感，末日之刃里的危机紧迫感，以及最有代入感的前传《死亡阴影》里扮演4个英雄，从不同角度体验故事，跟随英雄成长，然后汇聚一堂推动世界大格局的进展。特别是格鲁篇章帅气的大剑神射手造型，带领着麾下的特殊兵种幻影射手组成的几队，个个都是罗宾汉的神射军团，开弓放箭，没惊煞雨，百步穿杨，所向披靡，连脚都没有移动一步就灭光了敌军，那种感觉太爽太帅气了。这也是英雄无敌3既保持了杀敌的爽快感，又保证了数值平衡的一个例子啊。最后再把剧情联系到了艾拉西亚的光复，这种充满心胸的史诗感，配合着合理的难度，即便是不动用策略战术、不深入规则的新玩家，也能畅快淋漓一路通关。这是很多策略类游戏难以做到的。天知道皮色的萌萌们入个门要多久啊！在当年游戏开发还不追求友好度设计，很多游戏还要大量学习才能玩转的年代，英雄无敌是稀有的可以无脑享受，哪怕键盘被老爸拿去跪了，靠一个鼠标也能通关的游戏。我认为这种易上手性才是英雄无敌，特别是第3部一开始就能获得巨大好评和市场反馈的重要原因，这是它优秀的中间层。当然，如果英雄无敌止步于此，自然不会直到今天还那么耐玩。接下来是深度层，浅谈英雄无敌的冰山底下只能说浅谈毕竟高手太多了，别太装逼把水云引了过来。初次游玩英雄无敌有2点不习惯，一是部队规模用数字来表示，一开始我认为那人数不就没啥意思了吗？直接换成血量不就好了吗？后来才感觉这个设计其实很精妙。回合制潜在的问题是，除非先手直接干死敌人，不然轮到敌方回合时，对方仍然能够给我造成同等的伤害，先手的优势并不大，打起来就显得很死板。这也是为什么过去日式和国内的回合战斗 RPG 有那么多人觉得反感无聊，称其为你砍一刀我砍一刀。
因此神界博德之门加了大量控制技能来提高先手的优势和选择性，大大降低了双方互砍的呆板。但英雄无敌，单个兵种数值再乘以数量的做法，则让先手有了巨大优势。因为先手攻击可以减少对方的兵力，而对方兵力减少，反击的威力也就越少，所以越被挨打就越弱，越落后就越难以反击非常符合战场的逻辑啊。因此，战场上优先攻击哪个部队，先削弱哪个兵力，如何最大化的拉开距离，进而用优势滚雪球，就成了非常考验智慧和经验的变数。也因此，战斗层面有超多战术，在会滚雪球的老手手里，完全一样的双方兵力配置，完全一样的双方英雄属性，不同的攻击顺序，不同的攻击目标，都能打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我才说非常像下象棋。那第二个不习惯的就是英雄怂在后面不参战啊。玩惯了一个英雄打趴整个魔族军团的游戏，这样的英雄太没有存在感了。你看砍翻大菠萝大军的那几个人，杀人就像捏圣女果一样轻松，一挤圣女汁流满地啊。但慢慢的接受了英雄无敌的设定后，才觉得这样更加合理。毕竟大将嘛，就是应该坐镇后方的，指挥才是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这个兵种有数量，后期动不动几百上千人的战场，一个英雄去跟他们单挑又不会引分身，确实很不合理。但是想不到的是，我接受了并觉得妙在，并和身边的人极力推荐大肆赞扬的这个设定，制作组还是原班人马，却用主板狠狠地砸了我的脸。第4代他们竟然让英雄参战了哈！我当时看着英雄站在战场上孤身一人，我懵逼，我错乱了，我有点搞不懂游戏里的生物形象到底是兵力数字的形象符号，还是真的像暗黑一样是一个角色。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系统，硬是塞在一起，能有幸福吗？事实证明确实没有幸福。这成为了第4代最受诟病的地方。就算全战里再强大的英雄，也很难一人扭转战局啊，被1-2个满编的部队围殴一样牺牲。也因为这个设定，整个4代的数值平衡就崩了。英雄如果只有单兵的强度，哪怕比最强兵种还要强点，但只要他仍然是单兵的范围，就一定很容易被数量庞大的敌人干死。那如果英雄一个人等于一个军队呢？那到底是等于多大规模呢？几十人、几百人还是上千人？这都很难去平衡数值。而英雄成长又比兵力增长收益更高，结果就是要么前期英雄废得手无缚鸡之力，一开打就被放倒，要么后期强的一人当道，万夫莫开，几条龙都不是对手，最后2个英雄神仙打架。相比于赶工，我觉得这是第4代最大也最意外的败笔。那好在第5代又挽回了颜面虽然已经不是同个制作组了。第5代综合了2种方式的优点，先是让英雄怂回后方放魔法，却又允许英雄上战场进行攻击但只能出击不能被攻击，这既让英雄能上阵厮杀，不至于那么怂，又不用特地为他单独设计一套数值，他的攻击最多也就砍死几个人，左右不了战局，他的作用还是技能的加成和魔法。总之，第5代虽然换了制作组，改变也很大，但整体按照第3代的方向去设计，所以第5代虽然没有达到第3代的成就，但玩家依然肯定第5代是非常优秀的一作。战场层面的战术还算小的，在大地图层面，策略深度才是拉满的，很多都是后来网络发达后我才学会的，然后就惊叹，原来英雄无敌是这么玩的。在中间层新手玩家眼里，那个满是互动要素、满是探索欲望的 RPG 地图，在高手眼里就全是战略要点，全是令行禁止，全是寸土不让，全是风林火山，全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由于游戏的机制是探索越多，角色成长越快，势力的资源也更多，所以每回合比对方哪怕多探索一点，日积月累也是巨大的优势啊。而游戏里英雄一回合的移动距离，受部队里移动速度最慢的兵种影响，所以就形成了养步的战术，也就是一个副英雄跟着主英雄后面，负责带着速度慢的兵，负责开一些绕远路的要素，而让主英雄能够节省更多的移动点，去快速探索和占领未知区域。有时候还要先派一个英雄只带一个高速兵种，所有要素都不开，只负责探路，宁可牺牲了都要提前发现敌方英雄，抢占情报优势，直到和对方英雄决战的合适时机，副英雄就把兵力传给主英雄进行决战。当然，游戏里地图那么大，不可能满是英雄分散兵力，很多大战仍然需要集中兵力，所以兵力调度也是重要战术啊。除了刚才说的主副英雄搭配，玩家甚至可以组成兵力传输链，让许多不带兵的英雄在各自的移动距离内
逐个排好，并且尽量占领游戏里的主干道和战略要地。一旦需要开战，就类似烽火台一样，一个一个把兵力接力的传输过去。这种战术让大部队神出鬼没的出现在多个地方，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再配合游击战术更是好用啊！遇到强大的敌人，利用自己的高移动吸引敌人追击，再利用兵力调度对敌人英雄进行骚扰削弱。一旦敌人兵力减少开始逃跑，就乘胜追击。同时，快速的兵力调度也能保证自己后方基地的安全。所以，空间魔法和飞行术才是最强魔法，而地图上的传送门更是战略最关键啊！所以说是魔法和门嘛。但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需要对地图做全方位判断，哪里是战略要地，哪里要部署兵力传送链，什么时候要提前刺探，什么时候要大胆探索，都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判断力。而且游戏里的地形可不只是好看而已啊，每个地形都有不同的效果。沼泽减慢速度，鹅卵石路能提高移动距离，草地对堡垒势力有加成，雪地对塔楼势力有加成，泥地对墓园势力有加成等等啊。走正确的路，少走难走的地形，避开敌人的加成，把敌人引到自己的地盘，也能很大程度决定战场的成败。当然，我说的这些还不包括每个势力自己的兵种搭配、成长路线等等一大堆战术，这些就一个视频说不完啦。但这些我觉得还算平常啊，大多游戏不同种族都有不同策略。我个人比较惊叹的是，这个看似只有 RPG 的大地图，却体现出了这么多现实真实战场的战术思想，特别是兵贵神速的概念，在游戏里发挥到了极致啊。而快速调度兵力的能力，也印证了唯快不破的道理。更有趣的是，看一些高手打游击战、伏击战等等战术，甚至看出来当年红军长征的感觉。这种真实战场兵书里的战术，游戏很巧妙地包容了进去，但游戏却没有一个设定是为这些战术专门设计的，只有几个简单的条件就诞生了这么多理论，这才是强大的游戏机制的设计功底。最后，我觉得英雄无敌系列并没有没落。如果这个 IP 算是第3代倒下，第5代正式结束，那它并不是因为游戏做不下去而没落，它只是被外力硬生生的停止而已。不管是第3代还是第5代它仍然都有着很强的生命力，销量也不至于会很难看。只不过游戏市场总是要经历一场浮躁的年代，才能发现这个系列的可贵。毕竟这种游戏的开发比现在流行的枪战动作游戏要更难开发，不仅美术要跟得上，系统设计和数值平衡更是考验团队的耐力。但我相信，随着玩家市场的扩大，随着游戏资本对流水线游戏的改变，对高品质且合理体量的游戏的重视，不管是英雄无敌还是国王的恩赐2，都应该能接着延续这个类型的魅力。英雄或许会死，但英雄是会传承的，因为英雄依然无敌。好，英雄无敌聊完了，接下来说说下周的 WePlay 之旅啊，也是帮 WePlay 做宣传啊，他们实在太低调了啊。下周末2天，14号和15号，上海 WePlay 文化展，我还有爱因斯坦的摇滚乐、歪江2位老师，外加17年在武汉斗鱼嘉年华那位我们去表演时那个现场吹直发的 DJ 李乐老师，那3位音乐人都是我们 GameCore 的音乐制作人呐。那先说他们啊，3位音乐老师呢，那2天会在会场到处玩，但在15号的下午，西嘎独立游戏颁奖典礼之前，大概3点半开始，3位音乐老师会在颁奖的主舞台进行非常精彩的电子音乐表演。那这次的表演内容非常炸裂，是 GameCore 和505 Games 外加推出了 Ghost Runner 的 One More Level 工作室，再加推出了Control的 Remedy 工作室，还有再加死亡搁浅的小岛秀夫工作室所共同合作打造的一段游戏电子音乐加现场演出，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跟那么多大牌工作室合作啊，非常炸裂。所以呢，我们几个月前呢就在筹备这场演出了。虽然后期我们会把视频、音频和现场画面上传到我的频道，但是电音这种东西还是要看现场表演才够震撼，所以有条件的还是希望能够过去看看啊。而我呢，或许会在演出后上台和大家互动抽奖，也有可能不会啊，这个还不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14号基本一整天，以及15号的上午，我都会在 Game Trigger 舞台做主持人。先是做主持人，采访几个嘉宾，聊聊做游戏的心得体会。然后14号的下午2点左右开始，和15号的11点左右会是我自己的时间，到时候可以跟大家聊聊 GameCore 自己的事。
或者跟大家互动啊，回答各位刁钻的问题，哈哈。所以简单总结，在 Game Trigger 舞台，14号做一天的主持，下午是我的时间；15号上午做主持，结束前1点我的时间，然后15号下午就转到了主舞台，我们的音乐组的精彩演出，2天排得满满当当啊！当然，这次的 WePlay 不仅我去啊，我也只是个小角儿，哈哈哈，还有很多精彩内容和大腕啊。主舞台呢，还能看到雷电老师，看到大力老师，看到女王岩啊，看到游研社的展台、游戏机的展台，有很多游戏的制作人啊，比如边境、暗云火炬、波西亚时光、雪雨等等这些制作人的访谈，还有《仙剑奇侠传》25周年的主题活动也会在 WePlay 展开，梦回仙剑啊！而参展的游戏呢，也是超多的啊，暗影火炬城、糖豆人、天地劫、刺客信条、沙石镇时光等等非常多。唯独没有我们的游戏，我们的游戏会在明年参展啊，各位不要急啊。总之 ，WePlay 是我觉得国内比较纯粹且硬核的游戏文化展，并且最有意思的是，它不仅能玩到游戏，还能有很多机会和业界的开发大佬进行交流，所以呢，我是全力支持的。总之，今年最后一次也是最硬核的游戏展，各位不要错过。OK，Game 可同在，我是聂俊，下期我们聊《轩辕剑7》，也就这周了，其实。